你以为你现在看到的世界很实在，玻璃是硬的，时间是一秒一秒走的，讯息按下去就送出。但在更底层，现实不是齿轮，而是一张概率之网。你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滑动荧幕，每一次定位导航，背后都在发生同一件事。量子规则把不确定驯化成日常。这支影片，我们不谈玄学，只谈你每天正在用却从没看见的那个世界。第一章，你生命之下的量子世界简介。你可能看不到它，摸不着它，也从来没刻意去感知它，可就在你做的每一件事里，你吸进肺里的每一口气，你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你屏幕上柔和发光的每一个像素，甚至你大脑里闪过的一个念头，底下都垫着同一张看不见的地毯。那是一套反直觉、细腻却又古怪的法则在悄悄运转，常识在这里经常失灵。这张地毯就是量子世界，它发生的尺度小到超出肉眼想象。原子、电子、光子这些微型角色在舞台上跳舞，你看不到它们，但它们的影响会一圈圈扩散出来，最后变成你手里的手机，你医院里做的检查，你城市里无处不在的通信网络，甚至变成现代生活的整体结构。量子物理学、量子力学是一套用来描述电子、光子、原子等微观粒子如何行动的科学框架。它不是经典物理学的小补丁，而是一次彻底的转向，从世界像钟表一样精确可预测，转到世界在更深处是一张概率之网。在经典物理学里，你能计算棒球飞出去的轨迹，能预测行星怎么绕太阳转，一切像齿轮与轮子咬合的严丝合缝。可到了原子和亚原子尺度，粒子往往不按直觉办事，它们会在多种可能性之间摇摆，同时呈现出波和粒子的双重性，而且结果从根上就带着概率味道。量子框架里有个朴素却震撼的真相，当你认真去看，宇宙的运行方式会变得不一样，并不是我们观察的不够精密，而是精密性体现在统计规律上，而不是每一次都给你一个确定答案。比如电子，它不是像小行星那样绕着原子核运行的迷你行星，更接近的比喻是，电子像一团概率云，你无法同时把它的位置和动量都定死在一个精确点上，你能说的只是它最可能出现在哪些区域。注意，这不是仪器不够好，而是现实本身的属性。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说的就是这件事。最经典的展示舞台就是双缝实验。想象你把电子一个个发射出去，让它们穿过两条狭缝，如果你不去盯着它到底走了哪条缝，它们会在屏幕上形成干涉条纹，这完全像波在叠加。可一旦你加上测量装置，想抓个线性，每个电子到底穿过左缝还是右缝，干涉条纹就消失了，电子又像老老实实的小颗粒一样给你落点。测量这件事会把一大片概率可能性压缩成一个单一结果，听起来像科幻，但这正是量子力学最硬核的底层设定。观察会参与现实的生成，潜能与现实之间那种奇特的拉扯，就是量子世界的日常。你也许会说，这离我太远了吧？恰恰相反，正是这些看似离谱的规则，让你今天的电子生活成立。晶体管是所有现代计算设备的心脏，
它利用半导体的量子行为工作，通过操控能带与势垒，让电子以可控方式移动。按经典物理学，电子遇到某些势垒应该过不去，可量子力学告诉你，它有一定概率穿墙而过，这就是量子隧穿。工程师不把它当缺陷，反而把它当武器，做得更小、更快、更省电。再看你日常最熟悉的光 LED， 发光二极管理，电子在材料内部的能级之间跳台阶，每跳一次就放出一个特定能量的光子，于是你看到可见光。能级是离散的，所以颜色也有章可循，不同能系对应不同波长。这就是为什么屏幕、灯光、光纤通信里，每一个像素、每一次光脉冲背后，都藏着量子能级的精确台阶。甚至热这种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也被量子规则约束。物体受热，原子振动更剧烈，但从更底层看，这些振动不是连续流动的，而是以量子化的单位出现，我们把它叫做声子。固体导热能力、热导率，本质上就是声子在晶格里怎么跑、怎么散射、怎么传递能量的量子过程。没有量子力学，你对温度、电导率、电阻的理解都会缺一块。磁性同样如此，冰箱上的磁铁能吸在金属上，不是因为看不见的胶水，而是因为电子自旋的集体排列。自旋不是小球真的在转，而是一种粒子固有的角动量属性，而且是量子化的，只能取离散值。它决定电子怎么填充原子轨道，也决定材料如何响应磁场。再往下推，你会发现材料的性格几乎全是量子写的。金属为什么导电？绝缘体为什么阻电？超导体为什么能零电阻再流？答案都在能带结构、电子态、散射机制里。电子在导体中并不像水在管子里流，它更像处在由材料量子特性定义的一组允许态里。能不能跃迁？跃迁难不难？会不会撞上阻力？都是量子规则在定价。量子力学在现代生活里最精确、最硬核的应用之一，是计时。原子中靠原子常见视色或如的共振频率来计时，这些频率来自量子能级之间的跃迁，稳定的惊人，误差可以小到几百万年不到1秒的量级。你每天用的 GPS 就是靠这个精度撑着。没有卫星上原子中的量子级准确，定位数据很快就会每天漂移好几公里，导航会像喝醉了一样乱指路。医学里，量子也在默默救人。 MRI 磁共振成像靠的是氢原子和自旋的量子特性，在强磁场里对齐，用无线电波把它们翻转，在读取它们回到原位时释放的信号，于是软组织结构被清晰地画出来。肿瘤、损伤、神经系统疾病都能在这扇量子窗口里被看见。更深一层，连生命的化学反应也离不开量子。分子形状与反应活性取决于电子在轨道中的分布，而轨道本身是薛定谔方程给出的概率区域。化学键怎么形成，酶如何催化， DNA 如何存储并复制信息，背后都靠量子能量与电子行为的微妙协作。换句话说，生命的复杂是量子相互作用在宏观世界里涌现的结果。而现在，量子还在推动新的前沿。量子计算机用量子比特替代经典比特，目标不是跑得更快一点，
而是用全新的方式解决某些难题，比如更高效的模拟分子相互作用来做药物研发，优化复杂系统，甚至冲击某些密码体制。今天的量子计算仍受规模与稳定性限制，但它的轨迹已经在重塑我们对信息处理的想象。量子通信也在崛起，量子密钥分发把密钥编码在光子的量子态里，任何试图窃听、测量的行为都会不可避免地扰动状态，从而触发警报。它提供了一条理论上能抵抗窃听的安全路径。金融、国防、个人隐私通信都会因此受益。量子纠缠更是那种你越理解越觉得世界不简单的现象。它曾被爱因斯坦吐槽为诡异的超距作用，但如今已被反复实验证实，纠缠粒子之间会保持强相关性。你测量一个，另一个的状态会随之被确定，不管它们相距多远。注意，这不意味着信息超光速传输，但这种相关性的存在确实挑战了我们对空间分离与局部现实的传统直觉。还有量子传感器，专门用来把测量灵敏度推到极限的设备，它们能捕捉引力场最微小的变化，磁场环境的细微波动，甚至能探测单个分子的存在。从神经科学到地质勘探，它们正在改变研究方式。你可以更精细地绘制大脑活动，也可以更聪明地探测地下结构，而不必大动干戈挖开地表。所以，量子力学常被描绘成怪、抽象，离生活很远。但它其实是科学史上最成功、最经得起检验的理论之一。它的预测一次次与实验吻合，它的方程式指导了从微波炉到粒子加速器的设计。更重要的是，它的影响仍在继续发酵，技术创新与哲学思考都绕不开它。你不必会推导每一个公式，也照样每天在使用量子世界。头顶的灯，手里的手机，指引你脚步的 GPS， 这些都建立在粒子遵循量子规则之上。甚至你脑内的化学反应、神经元的放电、钙离子在突触间的运动，也发生在一个由概率、不确定性与相互作用支配的微观舞台上。也许在某个安静的夜晚，当白天的喧嚣退去，你会突然意识到，宇宙远比它表面看起来更神秘。坚实的表象之下，真正的底色是振动、波动与概率。你并不与这个世界分离，你就是量子场里的一阵涟漪，是能量与形式暂时的组合。某种意义上，在一切寂静之下，你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体验这个量子世界。第2章，量子力学如何驱动你的智能手机。把智能手机放在掌心，你会觉得它只是薄薄一片玻璃和金属，可别被它的轻薄骗了。它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复杂、最精密的日常科技之一。它能和几千公里高空的卫星收发信号，能实时处理图像，把声音压缩成数据，跨洲传视频，还能用近乎自然的方式回应你的指令。但真正支撑它运转的，不是齿轮，不是机械杠杆，也不是经典力学那套看得见的确定性，而是量子力学那套看不见的概率规则。手机之所以聪明，核心原因之一是，它在原子尺度上被设计得极其听话。每部手机的心脏是处理器，一块集成电路，上面时刻着数十亿个晶体管。晶体管就是最基本的开关，让电流通过，表示1。
阻断电流，表示零。你看到的文字、图像、音乐、视频，最后都被这些开关用极高速的开与关拼成。可问题来了，当晶体管小到几十纳米，电子就不再像管道里的小球那样走直线，它更像波，会自我干涉，会分布成概率云，还可能以一定概率穿过它本不该穿过的室垒。经典物理在这里就不够用了，工程师必须靠量子模型来预测电流在电路里到底怎么跑、怎么漏、怎么热。现代晶体管的开关特性本质上就与电子是否会隧穿有关。电路越小，室垒越薄，隧穿与漏电就越显眼。你以为这只是麻烦，但在芯片世界里，它既是麻烦，也是必须精密驯服的工具。通过材料、结构、工艺、建模，把量子效应纳入设计规则，才能让芯片既快又稳，还不至于热到烫手。材料选择同样是量子故事的一部分。硅之所以能成为半导体霸主，是因为它的电性能可被掺杂精细调控。掺磷让自由电子增多，形成 N 型；掺硼产生空穴，形成 B 型。N 型和 B 型在界面形成结，这个结的行为具有可预测的量子特征，于是电荷流动就能被像闸门一样控制。半导体物理的骨架是能带理论，导体架带与导带重叠，电子容易流动。绝缘体能系巨大，电子难以跨越。半导体能系适中，电子可被热激发或电场激发到导带中，形成电流。同时，电子还会和晶格振动、声子发生相互作用，引发散射、电阻与发热。你手机玩游戏会发热，背后并不只是 CPU 辛苦，也是电子在量子态与晶格振动之间不断交换能量的结果。芯片散热、功耗控制、性能提升，全都绕不开这套量子账本。屏幕是另一块量子舞台，不管是 OLED 还是 LED 背光的 LCD， 发光都离不开量子跃迁。以 OLED 为例，有机分子里电子和空穴复合，能量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颜色不是随缘，而是由能级差决定。能气决定波长，波长决定你看到的红、绿、蓝。于是你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每一层阴影渐变，都是无数次可控量子事件叠起来的视觉之锦。触摸屏看似更宏观，其实也离不开材料的微观电子结构。电容是触摸屏靠手指引起电场畸变，传感网格检测电容极微小的变化，网格材料的导电性对电场的响应，背后仍是电子壳层结构与晶格相互作用决定的量子属性。你轻轻一点，屏幕就懂了。这份灵敏不是凭空来的。存储也一样，闪存依赖福山晶体管，通过捕获或释放电子来表示数据位。电子在某些薄层结构中移动，关键机制依然是量子隧穿，穿过经典物理认为不可穿透的能垒。闪存之所以既可靠又够快，靠的就是对这种微妙量子效应的精细控制。再看通信， 4G、5G、Wi-Fi、蓝牙依赖电磁波的产生与检测，而电磁波在量子层面由光子描述。天线把波送出去，收回来，但信号与数据之间的编解码、放大与滤波，依旧要靠精密的半导体器件完成。而这些器件的设计原则，底层仍是量子。手机摄像头更直观，
传感器里的光电二极管接收光子，光子把电子从价带抬到导带，形成电信号，电子数量对应光强，系统再把它拼成图像。光子、光电效应、能带跃迁，这套链条从一开始就是量子叙事。爱因斯坦在1905年解释光电效应时，某种意义上已经为你今天的拍照功能写下了第一行注释，甚至软件也间接写在量子地基上。编译器跑在量子规则允许的芯片上，数据存储在量子效应支撑的介质里，应用下载通过由量子设计塑造的通信网络传输。你上网时依赖的加密算法虽然主要是经典算法，但量子计算可能带来的攻击已经影响了未来软件架构与安全体系的设计方向。而当元件继续缩小，逼近原子尺度，所谓量子极限就会从边缘变成主角。山脊氧化层只有几纳米厚时，电子会把它当作有限势垒，漏电会更频繁。要么你控制它，要么它毁掉电路功能。于是微型化不再是经典意义上的做小一点就行，而是一场真正的量子控制之战。手机里还有一群传感器，陀螺仪、加速度计、磁力计接近于方向传感器，它们常以 MEMS 微机电系统实现，而 MEMS 的可靠性同样离不开材料科学在微观层面的精确掌控。未来这些传感器还可能量子增强，用纠缠、自旋效应等提升精度，让手机在没有 GPS 的情况下也能更精准地感知自身位置与方向。自旋电子学就是典型例子，不只用电子电荷，还用电子自旋来做存储与逻辑。NPRAM 此组随机存储器已是现实应用的样板，下一代手机也许会更广泛采用这类技术，更快、更耐用、更省电。当你意识到这一切的路径，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反差的事实：当年那些看起来抽象甚至不合直觉的量子模型，经过几十年完善，最终被工程师翻译成设计规则，落在工艺线上，变成你掌心里这块薄薄的硅、玻璃与金属。于是你才能用它拍星空、视频通话、听几百年前的音乐，在陌生城市里导航回家。这不只是工程的胜利，更是人类对量子规律的驯服与利用。你的智能手机并不只是设备，它更像一座被缩小到掌心的量子博物馆，无数概率事件被驯化为稳定可用的功能。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件你每天滑动、每天握在手里的熟悉物件，背后的运行规则大多无法靠直觉理解，却依然可靠的工作。在每一次滑动、每一次通话、每一次连接的背后，宇宙都在低声吟唱它的量子旋律，而你在不知不觉中早已把这门语言用得相当熟练。你不只是使用量子技术，你其实一直生活在量子技术之中。第3章，每个 LED 和激光器内部都蕴含着量子规则。你生活在一个被量子事件照亮的世界，你在红绿灯下穿行，在电影院看电影，在收银台扫描条形码，在家里打开台灯，在手机上读字。你以为你在看光，其实你在与光子互动。光子是光的能量包，而它的产生与控制，深处依赖的就是量子力学。在所有人造光源里， LED 和激光器最具代表性。它们不是烧热了就发光的经典光源，而是建立在电子能级跃迁这条量子阶梯之上。没有量子力学，
LED 和激光器根本不会工作。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技术背后的思想，恰恰是量子理论最早的成功之一。要理解它们，先抓住一个关键：原子和半导体不允许电子随便占据任意能量。电子的能量是离散的，像楼梯台阶一样一格一格。普朗克最先提出能量量子化，波尔把它引入原子模型，后来发展出能带理论，让我们能真正设计材料。在半导体里最重要的是价带与导带，价带里是束缚得更紧的电子，导带里是更自由能贡献电流的电子，两者之间隔着近带耐系，这是一段电子不能待的能量区间。电子要从价带上到导带，必须吸收至少等于能系的能量。反过来，当导带电子调回价带，它会把能量释放出来。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放出一个光子，这个过程叫辐射负荷，是 LED 的核心。在 LED 里，工程师把电子注入到特定半导体结构中，让电子与空穴在合适区域复合，于是发出能量对应能系的光子。颜色不是涂上去的，而是能级差算出来的，红、绿、蓝，取决于材料带系大小。也就是说，光的波长由量子化跃迁直接决定，它不是模糊的宏观涌现，而是微观离散能级的直接结果。为此， LED 材料被精心挑选，并在原子尺度上精细构造。砷化镓、氮化镓、磷化铟等化合物半导体常常登场。制造上会用到分子束外延、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沉积等技术，能像搭积木一样逐层生长晶体，控制厚度、成分与电子结构。在高效 LED 里，量子井是关键角色，只有几个原子厚的内米层把电子关在更小空间里，让它更容易发生辐射负荷，从而提高发光效率。这里又用到量子的一条基本规律：粒子受限会改变能级结构与行为，于是你可以更精细地调控发出的光。这也是 LED 为什么比白炽灯省电得多。白炽灯靠加热灯丝发光，像把大量电能烧成热，顺便捎带发出一部分可见光，大多数能量都浪费在热辐射里。LED 则更像直达目的地，把电能更直接地转换为特定能量的光子，热损耗小得多。LED 的高效率本质上是量子可预测性在工程层面的胜利。如果说 LED 是把自发辐射变得可控，那么激光器就是把另一种量子过程——受激辐射放大到极致，并获得惊人的相干性。Laser 的全称就是受激辐射光放大，名字本身就在讲量子机制。受激辐射的画面可以这样想：当一个处在激发态的电子遇到一个能量刚好对上的入射光子，它会被刺激调回低能级，并放出第二个光子。关键是，这个新光子与入射光子几乎一模一样，能量相同，相位相同，方向也一致。于是你得到一束高度同步的光。它不同于 LED 那种自发放光、方向分散，而是相干、整齐，像军队一样齐步走的光。为了让这事成规模发生，激光器要制造粒子束反转，激发态的电子数超过基态，然后让光子在增益介质中来回穿梭，一次次触发受激辐射，像滚雪球一样放大。介质两端的镜子把光反射回去，直到光从半透明镜面射出。
形成高方向性、高相干性的激光束。这套行为没有真正的经典对应物。经典物理学无法解释为什么激光束里那么多光子能保持一致，它来自量子粒子的不可区分性与相位同步机制，也来自激光枪对量子跃迁节拍的统一指挥。激光的日常应用多到你可能都懒得数：光纤通信、条形码扫描、眼科手术、建筑校准、电脑鼠标、光盘读写。你享受的精确、稳定、能聚焦的光，都是量子规则被工程化后的产物。更前沿的激光甚至能被定制到令人惊讶，从红外到紫外全覆盖，还能精确调谐。量子级联激光器用奈米结构打造工程化能级，通过子带间跃迁产生中红外光，可做气体传感与光谱学。锁膜激光器能产生非秒级脉冲，让科学家得以拍到超快化学反应的瞬间，观察化学键如何形成与断裂。这里的每一步都在控制量子相位关系，才能实现时间与频率上的高度相干。LED 和激光器共同说明了一件事：量子力学不是停留在哲学争论里的概念，而是能被精确建模、被反复验证、被拿来做产品的硬规则。量子电动力学作为最精确的物理理论之一，支撑了我们对电子与光子相互作用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最终让人类学会控制光。这章故事还没完，量子光源正在为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铺路。单光子光源一次只发一个光子，对安全通信与量子逻辑至关重要。它需要对纠缠与相干性做更精细的控制。工程师正在把光塑造成一种全新的信息载体。所以，当你站在屏幕的光里，或在收银台扫过条形码，很容易忘记，你看到的每一个光点，其实都是一段量子旅程的终点。每个光子起初都是一种概率，是能级之间可能发生的跃迁，直到复合那一刻才成为现实。看起来稳定、可预测的光，背后是无数不确定事件的统计叠加。也许下一次，当你被完美调教的人造光包围时，你会忍不住想，这光到底是什么？它不仅是照明，更像电子沿着无形阶梯落下时留下的回声。宇宙里每一种颜色，每一束相干光，每一次闪烁，曾经都只是众多可能性之一，但此刻，它就安静地在你面前发亮，像是宇宙用最确定的方式展示它最深的量子规则。第4章，硬盘中的量子隧穿效应的魔力。在你的电脑或手机内层看起来坚固可靠的外壳之下，在处理器散热片的热浪之下，在你完全感觉不到的微观尺度里，有一群电子正在做一件几乎像魔术的事。他们不走该走的路，反而穿过本不该穿过去的墙。这件事听上去像在挑战常识，但它不是玄学，也不是比喻，而是一条可测量、可检验、可计算的物理规律——量子隧穿效应。更关键的是，你今天能把照片、文档、聊天记录稳稳地存进 U 盘和 SSD， 靠的就是这条规律在后台默默跑功。在经典物理的世界里，规则很直白，能量不够就过不去。像球滚上山坡，动能不够就会停下，然后乖乖滚回去。没有侥幸，没有突然出现在山坡另一边的剧情。可量子粒子不是乖球，电子具有波动性，
它更像一团分布在空间里的波。于是就出现了那种让人一开始不敢信，但实验一次次验证的结果：即使能量不足，电子仍然有一个小概率穿过室垒，出现在另一侧。像球没有爬上坡，而是直接穿墙到了对面。这不是因为电子更强壮，而是因为量子世界里，现实不是一条确定的单线剧情，而是一组概率的叠加。室垒在经典世界是绝对禁止，在量子世界更像高度警戒，但并非密不透风的边界。只要尺度足够小，墙就会变得半透。真正让这件事变成现代生活基础设施的地方，是非易失性存储器，比如 SSD 和 U 盘里的闪存。它们不像老式机械硬盘那样靠盘片旋转、磁头移动来写入数据，闪存更像一座微型的电荷保险箱。核心器件叫福山晶体管。你可以把辐栅想象成一个被绝缘层包围的小孤岛，辐栅里有没有困住电子，代表不同状态，0或1。关键问题是，电子怎么进岛？岛外那层绝缘层不是墙吗？答案就在隧穿。写入时，系统对晶体管施加一个精确控制的高电压。这个电压并不是把电子撞破墙，而是让电子面对一层薄到可怕的绝缘层，通常只有几纳米厚。换句话说，只有几十个原子那么薄。在这个尺度上，墙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城墙，而更像一道极薄的屏障。电子有一定概率穿过去，于是它们被困进辐栅。电源关掉后，电子依然被困住，数据就留在那儿。这就是为什么闪存断电也不丢内容。擦除时，系统再用另一个电压脉冲把电子拉出来。注意，这里同样不是机械式搬运，而是对概率的调度，让电子在某个时间窗口里更容易隧穿到你希望它去的位置。写入与擦除，说到底就是一场对穿墙概率的精准编排，但这种编排非常挑剔，几乎像走钢丝。绝缘层太厚，电子根本穿不过去，写不进去；绝缘层太薄，电子会慢慢漏出去，数据就会悄悄腐坏。而这类漏电本质上也是隧穿，只是你不希望它发生。于是现代存储器的可靠性来自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需要的时候允许隧穿，不需要的时候尽量把它关住。这不是蛮力工程，这是概率工程，也是量子工程。更有趣的是，隧穿不只活在 SSD 里，在传统硬盘 HDD 以及更先进的磁存储里也同样关键。尽管 HDD 在消费端越来越被 SSD 取代，但在数据中心、归档系统里依旧是主力之一。很多读写头相关技术以及 MRAM 等存储方案都用到了磁隧道结。磁隧道结可以理解为两层铁磁材料，中间夹着一层极薄绝缘层，一层磁化方向固定，像参照物，另一层可改变，像被读取的状态。当两层磁化方向平行时，电子更容易隧穿，电阻更低；反平行时，隧穿受抑制，电阻更高。于是电阻差就成了可读取的0-1。这里依赖的仍是电子的波动性与隧穿能力。经典物理解释不了这种靠穿墙读取磁方向的机制。再把镜头推进到极致，扫描隧道显微镜 STM，
它把探针尖端靠近样品表面，近到即使没有接触，电子也能在两者之间隧穿。只要测量那极其微弱的隧道电流，扫描过去，就能摸出原子级表面结构，像在黑暗里用一根针读出原子排列的地形图。这看似是实验室玩具，但它反过来又把材料科学、薄膜工程、磁介质设计推到更精细的境界，而这些成果最终又回流到更好的存储器、更可靠的器件里。当电子器件一路微缩到今天这种纳米级密度，隧穿效应就更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闪存写入、擦除的核心发动机；另一方面，它也会在你不想它出现的地方出现，引发漏电、发热，甚至逻辑错误。但工程界并没有把它当作必须消灭的怪物，相反，越来越多的方案开始主动利用隧穿，比如隧道场效应晶体管 TFET， 就是有意把隧穿当成开关机制来降低功耗、提高效率。也就是说，隧穿不再只是副作用，而成了正牌功能。这就是一个时代性的变化，从经典晶体管向量子开关靠拢。我们越追求小型化，量子规则越不再是背景噪声，而是主导逻辑。工程师在设计阶段就要做量子建模，把电子当作波函数来算，用数值方法求解，优化材料与结构，只为得到那个刚刚好的隧穿概率。更前沿的存储路线，比如 VRAM 相变存储 PCM， 也在探索用电场与热来驱动材料结构的原子级变化，追求更快、更耐用、更低功耗。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绕不开电子区域化、能垒结构、隧穿与量子相互作用这些底层机制。最令人震撼的一点是，这些量子效应已经无缝融入消费品。普通用户并不知道，你的一张照片、一个文件、一段聊天记录，其实是被保存在概率管理之上。每天，电子在试垒前被精准安排，该穿墙时穿墙，该安静时安静。于是数据被写入、被读取、被擦除，数百万次、数十亿次，悄无声息，没有火花，没有戏剧化的响动，你感受到的是记忆的稳定，直到你点下删除，那些被困住的电子才在另一个电压脉冲下撤离。可每一个被存下来的文件，其实都是量子行为留下的指纹，只不过这枚指纹被工程学驯化得极其可靠。从前，隧穿像物理学里一个怪异的角落，现在它成了最实用的工具之一，让我们储存记忆、保存历史、组织思想、传递信息。你以为你的数字记忆躺在一个坚固的机械仓库里，其实它更像躺在一座由不确定性、可能性与能垒编织的微观城堡里。你保存的每个文件，本质上都靠电子穿过墙壁、跨过禁区，完成一段你看不见也体会不到的旅程。你永远不会见到他们的脚步，但在每一块硬盘、每一颗闪存芯片、每一个存储单元里，每秒钟都有数十亿次本不该发生的事在发生。现实的边界并没有断裂，它只是以量子的方式轻轻弯曲，让这些微小的旅行者通过。你的数字生活就在这段无声而精密的量子编舞里找到了一席之地。第5章，医学成像和诊断中的量子效应。当你走进医院做一次扫描 MRI、CT 或 PET， 你其实是在进入一个奇特的交汇点。
最抽象的物理定律，正在服务最直接的人类需求之一：看清自己的身体。我们常以为医学和物理学相距遥远，一个讲生命，一个讲公式，但在机器低沉的嗡鸣声里，量子物理正在把不可见变成可见。医学成像的本质是从你无法直接打开查看的系统里取回信息。人体对可见光不透明，结构尺度又远低于普通透镜能分辨的极限。量子现象提供的不是更用力的照，而是换了一种思路，利用粒子与能量在微观层面的相互作用方式，把信息绕出来。MRI 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它靠的不是照相，而是原子核的自旋，一种纯量子性质，没有真正的经典对应物。你可以把它粗略想成像小磁铁，但别把它当成真实旋转的陀螺。自旋更像粒子天生携带的内质属性，和电荷、质量一样与生俱来。人体组织里最常见也最方便利用的是氢原子核。水和脂肪多，氢就多。你进入 MRI 的强磁场后，这些氢核的自旋会倾向于与磁场方向对齐或反向对齐，于是体内出现一个很微弱但可测的静磁化。接下来是关键动作，氢核自旋会以一个特定频率绕磁场进动，拉莫尔频率。机器发出精确调节到这个频率的射频脉冲，把静磁化剥离原位。脉冲停下后，自旋会逐步回到平衡，在回归过程中释放微弱无线电信号，线圈接收这些信号，算法再把它们重建成图像。你看到的对比度，其实来自组织环境对自旋放松过程的影响。水含量、脂肪比例、分子运动状态、局部结构差异，都会改变恢复速度。于是 MRI 的图像不是直接拍到了器官，而是把量子自旋持续行为翻译成了可视结构。更精细的版本，比如 fMRI， 还能追踪血氧变化引起的局部磁环境差异，从而间接描绘大脑活动。它像一种非侵入式的透听，听的是组织里分子的量子自旋动力学在悄悄说话。PET 则把量子的另一面推到你眼前，放射性衰变、反物质、湮灭。医生把带有正电子发射同位素，比如氟18的示踪剂送入体内，同位素衰变放出正电子，正电子遇到电子会湮灭，把质量转化为能量，释放两束方向相反的伽马光子。环形探测器捕捉这些光子对，系统就能反推出湮灭发生的位置，最后重建出代谢活动的三维图像。这意味着 PET 不是在看组织，而是在看亚原子事件留下的能量脚印。癌症代谢旺盛的位置、器官功能状态、神经系统异常，都能被这种量子级的线索勾勒出来。就算是最常见的 X 光与 CT， 也离不开量子。X 射线本质是高能光子，它们穿过不同组织时的衰减，是概率性的量子过程。光电效应，光子把能量一次性交给内层电子，把电子弹出，是量子理论早期最重要的验证之一。CT 则从多个角度采集衰减信息，重建体积图，而这可行的前提是我们能用量子理论描述不同组织如何与特定能量的光子相互作用。更前沿的方向是量子传感器进入医疗，例如利用金刚石但空位中心的量子自旋态，在室温下实现极高灵敏度的磁场测量。
未来可能直接探测神经活动或心脏跳动带来的微弱磁信号。还有量子增强 MRI， 探索用纠缠态或压缩自旋系综突破经典噪声限制，提高分辨率。很多仍在实验阶段，但方向很清楚。医疗需求正在把量子技术推向更贴近生命的地方，而患者的体验往往很简单：躺下，别动，呼吸，等待。可在那片寂静里，机器的能量被校准到可以操纵量子态，你体内氢核自旋按量子精度回应磁场，放射性原子按概率规律衰变，光子与组织相互作用的方式可被一个多世纪前的方程预测。探测器再把这些微观交互翻译成医生能读懂的图像。量子力学与医学的融合是应用科学最令人敬畏的成就之一。它把不确定性变成诊断的准确性，把不可见的场变成可视的结构，把微妙的量子状态变成手术方案与康复路径。你不是在量子世界之外被扫描，你是在量子世界之内被理解。第6章，原子钟与计时的量子本质。对大多数人来说，时间像一条自然流动的河，手表滴答，手机跳数字，我们照着它安排生活。但当你把时间这件事认真追到最底层，就会撞上一个更难的问题：时间到底是什么？我们凭什么说这一秒就等于那一秒？为了让时间变得可测、可对齐，我们没有继续依赖钟摆与齿轮，而是把基准交给了原子。因为在量子世界里，有一种节奏稳定的近乎残酷原子能级之间的跃迁频率。原子钟之所以强，是因为它不靠机械运动，而靠原子内部天然的共振。电子在原子里只能占据离散能级，当它在2个能级之间跃迁时，会吸收或发射电磁辐射，频率与能量差严格对应。对同一种原子而言，这个频率像宇宙给的标准音差，在同样条件下几乎不变。铯133原子钟定义了国际单位治理的秒，1秒等于铯133基态2个超精细能级之间跃迁所对应辐射的9192631770次震荡。这个数字不是人定的，是铯原子内部量子相互作用自己唱出来的音高。实际工作时，铯原子被放在真空系统里，微波频率被不断调到最接近那条跃迁频率。共振发生时，原子吸收辐射跃迁，探测器捕捉信号，反馈回路在微调微波源，让它始终锁在共振点上。于是你得到一个极其稳定的周期信号，每一个周期都是一段可计数、可累加的时间增量。更精密的时代已经到来。一等元素的光晶格中用可见光驱动跃迁，频率比微波高得多，意味着滴答更密，技术更细，精度更高。某些顶级光晶格中的稳定性高到夸张，理论上在宇宙尺度的时间里都几乎不走偏。它们甚至敏感到把钟抬高几厘米，因引力式改变导致的时间膨胀都能测出来。你可以说，他们在测的不只是时间，还在测时空本身的纹理。这份精度直接支撑现代基础设施。GPS 的定位原理是用信号传播时间来算距离。光速这么快，即使哪怕错1个纳秒，地面定位就会偏出可感知的距离，累积误差会迅速放大。更关键的是，
GPS 必须同时修正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效应。卫星高速运动使时间变慢，卫星处在更弱引力场使时间变快。没有这些修正， GPS 会在很短时间内失准。原子钟同样是电信网络同步、金融交易时间戳、射电望远镜联合观测、粒子加速器实验协调的底座。在这些系统里，量子计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没有就没法运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味，原子钟也成了检验宇宙基本规律的工具。不同原子钟长期对比，可以用来测试精细结构常数等基本常数是否随时间变化。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变化，但这种测试把计时与宇宙学绑在一起。你用来安排一天的秒，也能用来拷问宇宙最深的结构是否稳定。有趣的是，尽管原子钟把时间测得如此精确，时间在量子理论里仍是个怪角色。它不像位置、动量那样是算符，更像一个让系统演化的参数。相对论把时间和空间变成时空，量子理论里时间又像背景部。于是一些物理学家提出，时间也许源自纠缠、信息流或更深层的结构。也就是说，我们对时间的直觉可能还远没到终点。但不论哲学上多暧昧，原子钟给出的时间是具体、可用、稳定的、惊人的。它像一种悖论的象征，用最微小、最抽象的量子跃迁去定住最宏大、最流动的时间。原子钟的每一次跳动都像从量子领域传来的一声低语，告诉我们宇宙在最深处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节奏、有秩序、有可被计数的韵律。所以当你瞥一眼屏幕上的时间，精确到毫秒甚至更细时，也许可以想象，那背后并不只是电子表在显示数字，而是在与远方实验室里铯原子的共振保持同步。你的作息、你的日程、你的生活节拍，某种意义上都在跟宇宙最深处那只看不见的标准音叉一起合拍。你不是只是在记录时间，你是在聆听宇宙的技术。第7章：安全通信，量子密码学与你。想象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画面，你在手机上转账、登录邮箱，把一份合同发给同事。你看见的只是发送成功，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信息正以光速穿过光纤、基站和路由器，像一条永不干涸的河流，流经无数陌生的节点。问题是，这条河流里，哪些是你愿意被别人捞走的？答案往往是一个都不愿意。传统密码学把安全建立在数学难题上，比如把一个巨大的数分解成质因数，或者求离散对数。这些题对经典计算机来说很难，所以我们把密钥锁在算不出来的保险箱里。可量子计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撬锁方式。Shor 算法被证明能显著加速因数分解等问题。一旦可扩展的量子计算机成熟，许多经典公钥体系会面临根本性压力。于是，量子密码学的思路很反直觉。既然未来的量子计算可能更会算，那我们干脆不跟它比算力。我们把安全转移到更底层的东西上，自然规律本身。量子世界有2个看似麻烦，但极适合当防盗报警器的特性：测量会扰动系统，以及未知量子态不可被完美复制，不可克隆。这意味着，你想偷看，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量子密钥分发 QKD 里的 BB84 协议。它在1984年由 Bennett 和 Brassard 提出，核心做法简单到像一场用光子递纸条的游戏。章3把每个比特编码到单光子的偏振态里，随机选择编码机。李4也随机选择测量机。传输结束后，两人公开比对用了哪种机，把不匹配的结果丢掉，剩下的才组成原始密钥。关键点在这里，如果窃听者王五半路拦截，他不可能提前知道每个光子该用哪个机去测量。一旦用错机，光子状态就会被扰乱，误码率会升高。章3和李4立刻就能从统计上察觉有人动过手脚。这就是量子密码学最迷人的地方，它不靠你算不出来，而靠你一动手就露馅。在后续步骤里，他们还会做纠错与隐私放大，把可能泄露的部分挤出去，得到更干净、更安全的最终密钥。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先用量子机制确认没人偷看，再把密钥精炼成可放心使用的版本。当然，量子密钥分发解决的是钥匙怎么安全交换，并不直接等价于消息本身已经加密。它通常要与现有加密体系配合，比如用 QKD 生成密钥，再用一次一密 one-time pad 或对称加密去保护数据本体。换句话说， QKD 更像是给钥匙运输车装上了天然的防拆封条。更进一步的方案还会用到纠缠光子对。纠缠版 QKD 的气质更像量子版对暗号，两端测到的结果呈现出超越经典的相关性，甚至可以用贝尔不等式来检验这真的是量子关联。在一些设想中，它还能走向设备无关安全，哪怕你不完全信任设备内部细节，也能用统计检验把安全性定在量子规律上。这类方向的意义是，安全不再是相信某个盒子，而是相信自然规律会替你揭发窃听。说到现实世界，量子通信并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浪漫。基于光纤的 QKD 已在较长距离上反复验证，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把密钥送上天。2017年左右，以中国墨子号为代表的卫星量子通信实验，展示了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能力，并在1000公里量级距离上实现关键验证。后续工作还利用卫星作为可信中继，探索跨洲分发密钥与组网的路径。但它也有硬骨头要啃，光子太娇气了，传输损耗、退相干、探测器效率以及工程实现中的侧信导风险，都会把理想的理论安全拉回现实的工程安全。量子密码学给你的是一把物理学层面的锁，但门框、门缝、铰链是不是牢固，仍然需要系统工程把它补齐。如果把这一切收束成一句话，量子密码学把隐私从一场算力竞赛变成了一条原则底线，不是更厚的墙，而是任何翻墙的人都会在雪地里留下脚印。也许最诗意的结论是，那些曾被认为诡异不可知的量子规则，反而成了我们守护秘密最可靠的盟友。第8章，能够听到人而听不到的声音的量子传感器。如果说量子密码学是在守护信息，那么量子传感器做的事更像是在守护细节。它追求的不是更大的功率、更快的速度，而是更细腻的感知，把原本淹没在噪声里的微弱信号，从世界的背景噪声中拎出来。
量子传感的诀窍，往往不在于把信号放大，而在于把系统调到一种极端敏感的状态，相干的叠加态。在这种状态下，外界哪怕极轻微的扰动，都可能让量子态的相位发生可测的偏移。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被拉到几乎完美张紧的琴弦，别人听不见的脚步声，它却会轻轻颤一下。关键不是更用力听，而是把自己变成更会听的器官。最典型的明星材料是金刚石里的弹控位 NV 中心。别被名字吓到，它本质上是金刚石晶格里一个刻意留下的缺陷，一个氮原子旁边挨着一个空位。正是这个缺陷，让局域电子自旋变得可控、可读出，甚至能在室温下保持相当好的自旋相干性。这在固态系统里极其珍贵。工程师用激光点亮它，用微波波动它，再从荧光强弱的变化里读出自旋状态。外界磁场一变，自旋能级就会发生塞曼分裂的位移，信号立刻跟着变。结果是，它能做成纳米级的磁力计、温度计、电场探针，甚至被装进内米金刚石里进入生物环境，朝着神经活动成像、细胞微环境监测等方向延伸。另一条路线是冷原子干涉，把原子冷却到极低温，让它们像可控的物质波一样分叉，走两条路径，再重新叠加。两条路径受到的重力势、加速度或旋转不同，干涉条纹就会偏移。你不需要齿轮，不需要机械摆锤，只需要让原子自己走一遍量子迷宫，它就会把外界的微小变化写进相位里。如今，原子干涉类的重力梯度仪、惯性导航传感器正在走向更真实的场景验证。目标之一就是在 GPS 受限环境下提供更强韧的导航能力。还有一位老牌狠角色 SQUID 超导量子干涉器件，它利用超导回路与约瑟夫森结，让磁通变化转化成可测的相位差，从而把磁场测量推到极限。它的灵敏度强到可以用于脑磁图 MAC 等应用，去捕捉大脑神经活动产生的微弱磁信号，为癫痫定位、认知研究与神经疾病评估提供窗口。更前沿、更科幻的设想还包括利用波色爱因斯坦凝聚体 BAC 这类集体量子态做超灵敏探测。当大量原子共享同一个波函数时，外界微扰可能以集体方式放大其响应。有研究把它与引力波探测等方向联系起来，尽管工程距离仍然很远。你会发现，量子传感器真正改变的是我们对测量的想象。它不再是拿尺子去量，而是把一个量子系统调成共振的耳朵，让世界自己在你面前说话。也许这就是量子传感最动人的隐喻。世界并不安静，只是我们过去没有合适的乐器。现在，我们开始学会制作那种能听见人耳听不到的交响的乐器。第9章，量子计算机下一个飞跃。过去几十年，计算机进步的剧本很统一，晶体管更小，频率更高，芯片更密。可当器件逼近纳米尺度，功耗、散热、漏电、制造极限像一排路障，告诉我们，经典微缩这条路终究会慢下来。量子计算不是把旧引擎换成更大的涡轮，而是直接换了一条物理学赛道。经典比特只能是0或1，量子比特可以处于0和1的叠加态。
并且通过纠缠，把信息写进关系里。于是计算不再像算盘逐位波动，而更像设计一场干涉，让正确答案的概率符被放大，让错误路径彼此抵消，但代价也同样直接。量子比特太脆弱了，热噪声、电磁干扰、振动，甚至材料内部的微小缺陷，都可能让相干性断裂，叠加太像雾一样散掉。于是你会看到量子实验室里那些看似反常识的工程：超低温稀释制冷机、屏蔽层、极其精密的微波激光脉冲控制。量子计算机像一座需要绝对安静的音乐厅，任何咳嗽声都会把演出搅乱。实现量子比特的平台很多：超导电路、球进离子、中性原子、光子等路线并行探索。它们就像不同的乐器家族，有的速度快但更容易走音，有的音准极好但演奏慢，有的适合远距离传输但大规模纠缠更难。行业真正的难题不是证明它能算，而是把它变成一种可规模化、可纠错、可持续运转的工程系统。算法层面，量子计算最常被提及的两个名字是 Shor 和 Grover。前者在数学上展示了对因数分解等问题的显著加速，从而触及现代公钥密码体系的根基；后者提供了对无结构搜索的平方级加速，但更现实，也更可能最先落地的价值，常被认为在量子本征领域，例如量子化学与材料模拟。因为分子里电子本来就遵循量子规律，用经典计算机去近似它，就像用二维地图去描述一座复杂立体城市。而量子计算机本身就是量子系统，理论上更贴近问题的原生语言。今天我们仍处在所谓 NISQ 噪声中等规模量子时代。这一概念由 John Preskill 在2018年提出。量子比特数量上来了，但噪声与纠错能力仍限制了电路深度与可重复性。要走向真正容错量子计算，就必须依赖量子纠错，把一个逻辑量子比特编码到许多物理量子比特里，持续探测并修复错误。长期以来，人们常用可能需要成千上万物理量子比特换一个高质量逻辑量子比特的量级来描述这一挑战。近年来，实验与理论在不断推进阈值与开销的改进，但这仍是主战场。你可能听过量子优势、量子霸权的说法。2019年，谷歌团队用 Sycamore 处理器在特定任务上展示了量子处理的速度优势。这类实验更像航空史上的首飞，证明飞行可行，但离可靠客运还差很远。它的重要性在于，计算不一定只能沿着经典电路的路径前进，干涉与纠缠确实能打开另一扇门。所以，量子计算的飞跃并不只是一台更快的机器，而是一种新的计算观。信息不再只是0-1的符号，而是一段被精心维护的相干关系。计算不再只是执行指令，而是让可能性在一套可控的量子演化里走到终点。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会产生一种奇特的谦卑感。我们并没有征服自然，而是在学习用自然的语言写程序。第10章，与量子共存，静思冥想。把这一切拉回你的日常，你会发现，量子并不住在远方的加速器里，它住在你按下开关的一瞬间，住在你手机屏幕的每一个像素里，住在你导航定位的那一秒里。你不需要懂薛定谔方程，也已经在使用它带来的成果。更有意思的是，
量子力学最初并不是为了造手机、造卫星、造加密系统，它只是为了回答一批尴尬的问题：为什么黑体辐射不对？为什么原子不会塌缩？为什么光电效应像在数硬币？人类为了修补这些裂缝，发明了一套看上去怪异的规则。可这套规则后来变成了科学史上最精确、最可靠的描述框架之一，精确到足以让工程师把它变成电路、材料、影像与网络。也正因此，我们与量子共存的方式很现实。我们可以不完全理解它的哲学，但必须尊重它的规律。工程师不必先解决权势之争才能做出晶体管，医生不必先回答测量问题才能读懂 MRI， 你也不必理解不可克隆才能在未来享受更安全的通信。量子世界允许一种很人类的姿态，先把工具用起来，再慢慢追问意义。但未来会更直接。过去，量子效应常被埋在器件深处，替你默默工作。而当量子计算、量子传感、量子通信逐渐走向应用前台时，量子态本身开始成为数据本体。这要求我们在直觉上做一点迁移。在量子信息里，复制不是天经地义。在量子测量里，旁观者并不总是无辜。在微观世界里，相同不是相似，而是从规则上真正不可区分。如果你愿意把这些想成一种生活的隐喻，它会提醒我们，世界并非只有一种层次。我们熟悉的经典稳定，并不是谎言，而是大量量子事件在统计意义上的平均结果。我们追求的确定性并非无用，但它也并非宇宙唯一的语言。在更深处，现实由概率符与相干关系制成，既冷静又精妙。所以，当你在某个夜晚关掉屏幕，房间回到安静，你也许可以把量子当作一种温柔的提醒。你并不站在自然之外指挥它，你一直在自然之中被它苏醒。光在量子跃迁中诞生，时间在原子共振中被刻度化，信息在不可克隆的边界上学会自保。而你，从呼吸到思考，始终是这套规则涌现出的结构。量子并不在别处，它一直都在这里。你走到这里，应该已经看清一件事：量子不是遥远的实验室新闻，它是晶体管的开与关，是 LED 的每一个光子，是 SSD 里每一次隧穿，是 MRI 读出的自旋回声，是原子中钉住的1秒，也是你通讯与隐私的边界。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确定性里，其实只是活在大量量子事件的平均值里。宏观的稳定不是因为底层简单，而是因为底层足够精密。所以，当你等一下关掉荧幕，房间重新安静，你不需要相信量子，你只要记住，你从来不在量子世界之外，你一直都在里边。